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案例2，辩论的焦点就是运用 AIGC 工具进行文学创作是否构成相关权利人的侵权行为，还是只能用实质性相似和接触。如果他这个不是作品那他就是抄袭的复制权，只要能自圆其说就 OK。AIGC 真的能够判断什么是借鉴，什么是抄袭？人物小传、剧情更改和情节要素皆由算法提供，具备最低程度的创造性。实质性要件是指它具有独创性。不否认你们进行了一点点的独创，但是从结果来看，小杨对于 AIGC 的指令，并未使得神隐江湖与原作品有实质。肖阳，我真的要生气了！你不再不站起来，队长，我真的要生气了。这个肖阳有一定责任，你作为领队，对整个组员的调配以及整体的安排。我本可以这4个字最伤人，他要想一晚上。我老是能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其实也是成长的痛苦和烦恼。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5季，欢迎大家！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无糖口香糖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式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式派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陈明。首先，让我们欢迎老朋友小明哥。大家好，陈烨，还有君临，欢迎。Hello。今天呢，我们的加油团又有了新朋友。首先，让我们欢迎可盐可甜、戏里戏外都是人生主角的大甜甜景甜，欢迎你。大家好，今天新加入。对，从今天开始，甜甜接下来我会一直伴随我们的实习生们走完他们这1个月成长的全程。是的，欢迎甜甜，欢迎甜甜，1个月的时间，我们慢慢聊。接下来还要欢迎行走的高情商教科书，它在哪里，快乐就在哪里的宝藏女演员金靖，欢迎金靖。Hello， 大家好。认可高情商教科书这个说法吗？难道不是可盐可甜吗？对，其实刚刚说可盐可甜，我就是想站起来，就是咸的齁得慌的那种，甜的也齁得慌啊！怎么了，我的老朋友黄晓明？开个玩笑。所以跟金靖老师在一起容易发胖。为什么？太甜了，太甜了。小明哥，你现在讲话怎么越来越动听了？金靖来到我们节目什么心情？我觉得我非常的激动，因为其实我是咱们 offer 的老粉丝了。真的假的？对，我第1季就开始看，徐老师我也认识。谢谢。没想到本人这么的漂亮，哎呀，那你镜头上更迷人。
高情商吗？徐老师觉得这是高情商教科书吗？实话实说，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我觉得我看的时候一定会脑子痒痒的，就是要长脑子了，就要跟着他们转啊。因为我看过第1季，其实他有一些讨论案例啊的时候，我努力想听，但我会听懂的，徐老师。当然，老朋友刚才已经露面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掌声给到我们荣耀回归大家心中的律政女主本人徐玲玲老师。谢，见到本人。对，好多季没见了，一点变化没有，怎么做到的？就说法律这个行业养人嘛，对，就是非常高兴能回到 offer 5，就有回娘家的感觉。然后这次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法律这个行业，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对，那也要问问玲玲老师，这次回到我们令人心动 offer， 你心中有没有比较期待的律政新人的风格？那我期待律政新人肯定就是那种颜值跟实力都爆表的那样的，就跟自己很像的那种我觉得在座的都是名嘴，就是我突然觉得我今天要语塞了，这是要靠大家带。名嘴在中间，我只能取一个名字，嘴不行。对，那这是玩笑话了，就是还是期待就是我们这一届的新人还是对法律这个行业充满志诚和热情的，那也愿意全力投入到这个行业，就我非常愿意期待看到这样的新人。对。充满热爱，全力以赴。那在我们过去上2期的2个课题的考核之中呢，有2位表现应该是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是胡明昊，一个是肖阳。小明哥还记得吗？记得，有一个我老乡。对，现在的成绩是遥遥领先，各自以20%的 KPI 并列第1。但是有3位真的要提醒这3位注意了，梁威、汪雨桐还有朱绰莹，到现在为止依然是0分，也可见我们的竞争有多么激烈。那从这一期开始，所有的实习生们会迎来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先预告一下，就这个新的挑战，可能不仅仅只涉及到他们8个人的排名和得分的情况，会不会有突发的从天而降的奇妙的事情或者可能性，就在接下来的 VCR 当中。明哥不要惊讶地看着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来 VCR。来这张。Hello， 哎，早上好，雅琪。早上好。我今天带了一罐奶粉。奶粉。你今天吃早餐了吗？吃了，明浩给我买的。哎呀。我说这实习生这么大气，结果发现是丹乔老师。发现是杨天真老师，律政界杨天真啊，刘律师。刘律早。早。刘律早。早。刘律早。早。哎。你吃过早餐了吗？没有，我拿了一个趣多多。你吃了吗？我吃了。你们都是在家吃的吗？对，在家吃。今天明浩买的，帮我买的，他请我吃的。哦。小虎牙，我山东老乡，可爱。大家早安。Hello。早。
这是谁？这是新来的实习生吗？还是委托人呢？他穿的非常职业。胡律师好，我们直接先去会议室等待。好的。还有什么？是新来的实习生吗？蓝翔。不是，我马上是不是要被淘汰？新来人吗？完了。这才实习几天啊，就要赶我们走吗？不要吧！是不是要认识了？我感觉好像是，他们应该要去见实习生。那发生什么事？要新的实习生，新的，对，就新人要加入，对。就是在4个月的路上。好的，这两个对。有律师新来了，实习生在2号会议室等待。好的，我知道了。真的是新来的。揭晓，村里来新人了啊！这才几天啊，来踢馆的了。卷起来，卷起来。我感觉他应该很厉害，看起来着装非常职场，但是脸上又感觉又不脱青涩，不明觉厉，就不知道他是什么背景，但觉得很厉害。你好，老师们好，各位律师们好。那我把我的简历给苏玉律师。好，谢谢。都给我吧。好，谢谢。谢谢。哇，压力好大哦！哇，这个压迫感。4对1。我们先看一下简历的时候，你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好的，没问题。苏玉律师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野玉，我来自新疆喀什。我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在校期间有担任过辩论队以及模拟法庭的成员。我硕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哇，好强啊都5院4系。我的主修课程有公司法、兼并与收购、私募基金等等课程，并且这些课程我都取得了 honor 的成绩。至于工作经历方面，我来到康奈尔之前有工作经验，其中我想主要谈一下在通商律师事务所的经验。他在红圈所工作过数月，实习就去了红圈所。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广泛的项目，有并购，有 PEVC， 有银行金融。天哪，好强啊！那其中我日常做的最多的其实是与银行金融相关的。我们为一家 A+H 的上市银行审查他们披露在 A 股上面的相关公告。此外，我也已经通过了法考。以上就是我一个比较简短的介绍。干净利落。他有一种镇定，对，他不像一个第一次来的那种有一点慌张或者手足无措，他没有。
他瞄的好僵硬。如果是我走过去，我也会瞄一下，甚至偷听一下，放慢脚步。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了吗？感觉挺牛的感觉，看起来。看起来。大家都觉得看起来就觉得牛。他们在面试吗？在哪里面？为啥？啊？在面试，还在面试，那就还没正式成为实习。所以你觉得，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我觉得第一点，首先是要理解，其实律师它是一个咨询以及服务行业。那么在这个时候，要对客户有相应的一些咨询意识以及服务意识。我们是要去帮客户解决问题的，不能只是说把客户的一些可能法律障碍提出来，但是就不管不顾，然后不给他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那么第二点就是严谨以及细致，因为法律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怀着一颗严谨的心去对待我们的工作，可能工作上会时常出差错。你对于加入今天的这种实习，未来的业务发展方向自己有所考量吗？还是说希望坚持在自己喜欢的业务领域？还是说？总体来说，我个人其实还是比较想做非诉讼业务相关的。那么具体再细分来说的话，我非常想做同人机并购，因为我在我通商的工作经历中，有帮合伙人去整理一些，比如说像等等这样的一些大企业，他们整个融资的计划。虽然说整理的非常长也非常累，可能具体需要了解到每一家。我觉得还可以啊。比较知道自己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成熟度相对就是还是可以的，包括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然后语言的组织能力，逻辑思维，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的定位和现在自己的状态，然后也知道自己要什么。他的整个职业成熟度肯定是拉其他在校的应届生一大截。对。高兴了。我们的最终的评定结果呢，是让你作为踢馆实习生加入到我们的整期实习生培养计划当中来。哇哦，踢馆实习生这个title，如果他成功晋级，他就会把别人踢掉，就名额保证8个人是不变。对。啊。我会告诉你的规则，你将和其他的实习生一起参与我们第3个课题的考察。好残酷啊！如果第3个课题你踢馆成功了，那么你将进入到我们整体的最终2个 offer 的争夺。我们本次是采取 KPI 的考核制度，那么每一个不同难度的课题将会对应不同分值的 KPI， 最终你必须要达到100分以上，你才有资格去竞争最终的 offer。如果说你都没有达到100分，你就没有这个资格去竞争。达到100分之后，你才有可能择优录取。但如果你本次踢馆失败，那么你就1轮游了。好的。好狠啊！他首先要比这8个人强，其次还要在后发的情况之下，用同样的标准来予以要求。好可怕呀！这个第4天就来这个，是不是有一点过于刺激？但还确实只能早来，因为如果晚来的话，他就来不及拼那个 KPI 了，落下的这种环节就会更多。全体2号会议室集合。完了，好可怕呀！这个我笑着说这种话，我也怕这种刘律哈，我还挺喜欢刘律的这个。哎，他留下来了，他留下来了。鲶鱼来了。找个空位坐吧，同学们，随便坐。那我坐你旁边。好的。我们来了一位新的实习生王一言宇，你自我介绍一下。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言语，然后大家可以平时就叫我言语，就是通千言万语的这个言语2个字，然后方便大家记。然后另外我来自新疆喀什，然后我平时的话比较喜欢听 hip hop 的音乐还有舞蹈，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共同进步。然后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增加踢馆实习生呢，也是基于我们之前的课题考核之后，我们理解部分原有实习生可能离我们的转正标准还是有一些差距。这么直白的说，背心一麻。所以我们增加了踢馆实习生，吸收了一些新鲜血液，他将直接和大家一起参与第3个课题的考核。如果他在这个考核当中踢馆成功，他将替代你们中间的一位。不要！好残忍。有压力才能够成长嘛。也就是说，有人会提前结束实习。OK。手心出汗了。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我们还是先请林林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就刚刚的这份简历，还有他的整个学业的背景，在您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什么量级的实习生？什么量级？踢馆选手，对，实力如何？就首先我是觉得，其实我跟几个代教律师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这女孩子目标感特别强烈。因为从她整个的教育背景、教育履历根红苗正、五岳四系、华正，我师妹。怪不得如此优秀呢。然后其实他的目标感就是我未来就要进入红圈所，但进入红圈所需要有一个涉外的这个留学背景，他去了康奈尔。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没有放弃这个社会实践，不停地选取红圈所去进行这个实习的这个历程，去给自己增加一个积淀。我觉得这女孩子很有想法，目标感很强。另外这个孩子给我一个印象，其实她承压能力我觉得挺强的，因为面试当场就给他公布了规则，但我看他整个面部状态，面如止水，对。然后进入新的环境很落落大方，然后跟大家交流，然后我觉得老人对他有一种相互打量一下，踢馆的人来了，但是他还是是的，所以我对他印象还是很不错的。太好了，而且他刚有一个小细节，你要发现他的肢体语言，他的手的动作一直是在这里。就是因为心里比较淡定的人，他的肢体不会像我这样这么多，他就心里是很有数的，他才会身体语言。你不淡定吗？我就不淡定，我手势就特多。你看他刚刚特稳定，然后但是，所以你说的是张雅琪吗？她一开始说话的时候就有点像主持人，主持人都习惯性的。不是主持人都像我这样，心理素质就不行的。说到那种自信特点，他还有一个细节让我觉得很意外，跟其他8位也不一样，就是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你要选择哪几个点做第一时间的沟通。其他8位刚见面的时候说自我介绍，一般常见的模式是，我是北大本科硕士，他都没有，他说我喜欢 hip hop， 然后我平时喜欢听音乐，就简单意思就是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这些不重要，看我接下来做什么事。这是对自己的内在的，跟这些头衔或者标签剥离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而且我也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当时他在面试的时候，有一个代教律师问他之前工作的经历，让他给他介绍一下的时候，我感觉他眼神特别坚定，就一直看着那个代教律师。他应该是对自己的以前的实习经历特别的了解，而且其实他说话的逻辑也十分的准确，就是非常有条理的，而且特别简洁。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自信，然后也不卑不亢，然后也有底气的一个人，干净利落。对，我对他的印象也特别的好。言语同学到底是呈现出来的表象优秀，还是真的实力惊人？接下来进案子进 case 就马上能一目了然了。让我们来看下一段 VCR。我们来宣布第3个课题。第3个课题呢是见委托人，我们会有4位委托人，对应4个不同的案件。你们需要向他们了解他们的诉求，并提出你们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先来看这4个案例是什么。第一个案例是一个火箭公司的业绩对赌案件。火箭公司 Rocket Speed， 这不是言语擅长的吗？
哎，投融资相关，对，而且又有谈判的环节，他有辩论的经历。这个案件会需要跟对方谈判。那么，作为投资人方的律师是另外一家顶级红圈所的资深律师。哇，实习生 PK 资深律师，对业界大佬。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件。第二个案件，主播解约案。这个案件的委托人是主播依依，因账号归属、解约费等问题，双方产生了纠纷。好现实啊！天哪！哎，雅琪做过，他是主播，对。第三个案子，房屋跳单案。第四个案子，工地劳动报酬纠纷案。现在的考核规则是，你们9个人将会被分为4组，对应着4个案件。然后在我们4位代教律师的带领下，分别与4个委托人进行直面沟通。但是我们会根据这4个不同案件的难度，设置不同的 KPI 的值。哦，就你做越难，你可能获到的收益也越高。嗯。哦。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看一个表格。哦，最难的只有2个人做。你们想做哪个案子，你们就可以把名字填在这上面。当然，考虑到你们的人数啊，这边3个的只要有1个满了，那么其他的就会平均分成2个。在每个案件项下，最多只有1位同学会获得 KPI 值。既是合作方，又是竞争方，竞争方。啊，这个还挺头疼的，又得合作，你又想跟他一组好好打，但你又要跟他比输赢。这能看出一个人的团队合作的时候的处理方式了。我还要特别提示的是，因为我们有踢馆环节，所以如果王一言语同学获得了他那组的 KPI 值，那么3位导师加上我，会结合大家在前端的3个项目当中的表现，决定谁走。当然，王同学如果没有获胜，就踢馆失败了啊。好。哦，就是对他来说，他必须要成功。对，他这一方如果没有赢，就踢馆失败。那么，作为踢馆选手，你有优先选择权，你可以第一个选择，剩下的同学将会从我手中的信封里去抽取你们选择的顺序。一定要往前冲，要不然。但是呢，这个难度确实大，对面是红圈所资深律师，可不是实习生。原来就是乱序。抽。抽。所以你是释怀的叹息，还是失望的叹息？失望。好，那王一言语先来选。好的。他会选最难的吗？我感觉他会。因为他擅长那个案件，对，而且那个分数大。而且他晚来，他一定要 KPI 值高，他后发呀25分。对。哇，这么快想好了？想好了，赌把大的吧。他肯定选那个最难的，对，25，肯定只冲最难的了。哦，你看看，哇，是赌把大的吧？好。他如果能搭一个很厉害的队友，那么这个案子能赢的概率会变大，但是他自己本人输的概率又会变大。写好了。来，下一位，按顺序写吧。
2位不会直接冲了这个最难的吧？不会不会，别吧，他不会的，他会选一个稳的。你在这么重要的前提假设期阶段，把一个基础事实进行了改变，然后得出了已经一个自己假定的一个结论，我觉得没有必要停下去吧，是吧？可以。啊？可以。你再回去重新调整吧。出了。什么？他选择谁啊？调单爱，还是要稳一点。好的，下一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下实习生？哦，哇，聪明。现在只知道他喜欢 hip hop。就他要知己知彼嘛。就是我现在除了就是只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爱好之外，对他别的不是很了解。你要不自己介绍？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刚刚漏了这个环节。我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雨桐在想要不要选他，他在根据他的那个对啊学习的经历来判断他要怎么选。然后，对，然后我2段教育经历中间有在某2家律所正式工作过。不过各位不要有压力，就是我相信你们也有非常多的实习经历，所以对哦。然后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们，我之前的工作经历都是跟飞速相关的。对，这个出来也很给人压力。雨桐也是比较危险的，是吧？危险，也是0分。第2位谁啊？我知道，介绍完了。他选了第2个。第3位。好，你上来选。第4位准备好，完了，现在就是可能要考虑到对手的问题，就是跟谁比。这是张雅琪，他应该是选了一个他擅长的主播的那个案子。对。你是第5位，你选哪一个？我在想，我要考虑一下。第5位。明浩，小明哥，胡明浩会选谁？你们觉得胡明浩会选跟他一组投融资吗？就挑战他是吗？25%。我说什么来着？好强啊！胡明浩有实习经历吗？他没有实习经历，但他的学历打得非常扎实。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哇，好帅啊！好热血呀！真的耶！热血啊！那个言语这一轮如果不行，他就走了。对，是的。第6位。拓颖应该得选15的吧？
莹选的是10分的，他选的是那跳单。哦，他选了对手。哦，赵莹选了梁威，因为他们2个，如果谁没拿到的话，相当于另外一个就会是。我的天，他们俩都是0分。那这梁威咋整？第7位。你说如果肖阳能选，他会选第1个吗？不太像，他的性格会更稳一点，我感觉。我觉得肖阳不一定会选，不一定吧，对不对？以他的性格，他可能会选第2或者之后。可以了。啊？这么有戏剧性吗？谁？肖阳选了那个跳单案。 3个人。肖阳选了梁威和朱彻莹一组。哦，那就是上一组的一队的阵容。这么有戏剧性吗？他们是辩论队，是一队啊，3个人。上一集是队友，现在是对手，选了2个0分。好，防护跳单案不能再接收了。还有谁没选？许文婷，最后一位，就只有最后一个是对吗？好的，那我们的分组已经完成了。现在你们先回到工位，将会有代教律师来联系你们，给你们布置相关的课题。怎么有3个人啊？肖阳这一笔下去，2个人心慌慌。你为什么要跟我一组？有人让我也说，为什么肖阳选我啊？我晕过去了。 靠你了，大哥！哎，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赢了就没什么问题？对，对，只要明浩赢了的话，这个组就能保存下来。寄托在胡明浩身上了。这样，你只要把他击败就可以了。真的，你只要把他击败，你只要把他击败，就交给你了。 大哥，二哥，文婷，怎么了？我觉得我们2个就尽力把课题给做好就可以了。是的，我觉得这样，哪怕发生一些不可抗力，如果课题做得很好，自己也没遗憾。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对，加油，我们都加油。我是不是选错了？对，因为我们是竞争关系，是吗？就是我们3个人只能有1个人能进。现在是要淘汰1个人是吧？对，然后每一组里面只能有1个人获得 KPI。我没完成听懂，我就没想过这些。好难过。因为我现在可能如果我们3的话，让他们现在选要踢1个的话，应该是踢我。你别这么想。哎，可是如果他俩都没拿到分，不就2个0分吗？对。那是谁走呢？那最后将由4位带绿一起来决定。我没有 KPI。我也没有 KPI。现在这3位开始紧张了。 这是一个连环局，前提是胡明浩输了的情况之下，但胡明浩如果赢了都安全。一开始你说你要了解那个实习生，我以为你了解完之后你要选第1个。没有，我一听到他说，我说华政啊，康奈尔毕业，有工作了，有工作经验，我说完蛋了，一整个。
不过第一个案子我觉得它难度还第一个挺大的。对赌就好像感觉很专业。对，那一块知识比较匮乏一些。我就是学那一块很少，我就感觉离我的生活很远。但我还是有点担心胡明昊。这个题目对于王一元优势太大了。对口，专业对口。他做并购的。他本身是他的拿手，或者说他在他范围内的，对。对，但是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胡明昊的动作神态，他签字之后还专门看了一眼，就那一个起鸡皮疙瘩，我就好像有点来吧，冲我来吧，没事。哇，好帅啊！好帅啊！兄弟们，我顶上去了。这时候需要一个顶级实力选手顶上去。你觉得他是不是想救大家？说我把踢馆实习生批掉，然后我就救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很难猜测他这个心理，他也有可能想我反正这一把如果我赢了，我就是一把就上去了嘛。他现在有20分，他因为已经连赢2场，第一、第二个10分的10分，他有20分。对，他想冲150分，他想拿我们1.5年级的定薪哈。对，他就45了。哇，他这一战要是赢了，自己的分就冲到顶了，而且他也救了大家，帅，胡明昊 ，Show time，Come on！ 大家好。你好，你好。那要不你们随意介绍一下自己？我叫许文婷，然后我是本科研究生政法的，对。哦，本科研究生都是。对。好的。我叫梁威，株洲大学本科刚毕业。对。我是朱戳颖，你可以叫我 Kimberly， 我是香港过来的，然后也是在香港 TCL 毕业。你好，我叫张雅琪，波士顿大学。我叫肖阳，在牛津大学。我叫黄凯，清华读法律硕士。刚刚华政毕业，马上去香港大学读 LLM。恭喜，好厉害，大家都很厉害。我就不介绍了。保留神秘。但是我记得我们是队友对吗？对。所以要不我叫胡明昊，那个本科山东大学。现在在北大读研3。好的，知道。我们的这个自我介绍仅限于学历哈，以后没事，慢慢了解，慢慢聊。那各位先去忙。好，拜拜，拜拜。他好落落大方啊！我好想死啊！就是说，怎么办啊？没事，我现在就在发抖，我也是。我好害怕。要命啊！要命女孩。你们猜你们会哪一个老师带啊？我不知道。对赌协我觉得是刘律。融资肯定是刘律，我觉得。对。我觉得我们的可能是程律。我觉得我的应该是洛律，不知道为啥。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吧，应该。你觉得我们会是哪个？我觉得肯定不是刘律。不是刘律。我觉得不是刘律。刘律既然他发布这个任务，我觉得他应该是拿25%的。刘律有一个气质，必须是 KPI 最高的那个。然后我觉得是人律或者洛律，感觉上像是人律。雅琪，你觉得我们谁带我们呀？不知道，我感觉像洛律，感觉。那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可以先查一查。对。救我！赶紧收邮件。没有收到。肖阳、梁威、朱戳颖到我这里来。好。我猜对了。
这3个名字一念我就开始闹心了。坐。哎呀，这一组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您是代教律师是吗？对，我其实猜到了。啊，你猜到了啊？你怎么猜到的？不知道，有种直觉，不可说。现在肖阳说的每一句话，对旁边2个人都是沉重的打击，万箭齐发。我就是你们的代教律师了。好，在分析所有的案情之前，我们也分析一下你们各自现在的状况。我想自己大概心里都清楚。你有20分，20%，你没，你也没。但是3个人在一个案子当中争这一个，明白？很残酷，很激烈，加油！刘律，蓝宇，胡明浩，果然金融案吧？金融案，他们都好会分析啊。我是你们代教律师。好的。有想到过吗？我有猜到过，因为感觉是偏正义这方面。那你为什么选这个案子呢？挑战一下，是想挑战一下身边这一位吧？因为像公司证券和谈判都是没有接触过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即使达不到 KPI， 但是学2个新东西是挺值的。这个应该是你的职业遇到过的，对吧？其实对赌协议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理解投资还是做过的，所以可能客观来讲是会比胡同学的经验稍微多一些。大家也是，这第一轮发言就，这就是学霸之间的对话吗？2个学霸但是挺坦诚的，我觉得。我想多学一点，我可能更优秀一点。要命啊！我们看大家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哈，黄凯，许文婷，来过来一下。好的，人理。那我们就是王律师。对。这很奇。来到办公室。这个，恭喜你们没错。谢谢律师。就应该都已经知道我会是你们的代教律师。对的。对，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对于这一个课题，你们当初是怎样考虑，然后你们想选这个课题呢？我是当时看到有新实习生，把我整个人都整懵了，我就完全都没在大脑一片空白，都没有听大概案子什么一个案情，但是我可能是更从分值上考虑。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还是0 KPI， 然后这个15分既没有25分这么难，也比10分稍微要再高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能力够一够，就是我跳一跳可以达到的一个水平吧，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明白。我觉得张雅琪可能是不是觉得主播这一行业的话，你会更加了解一些？对。你自己有签的 MCN 机构吗？有签 MCN 机构。对。完了，雨桐的表情，要命女孩，满脸写着要命。我猜到了。快到期了啊！希望你不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你对于那个 MCN 机构的这些经济合同的条款，你应该是很熟悉的。对，还算比较熟悉。
雨桐笑不出来了。你讲完之后的话，我觉得汪雨桐现在又崩溃了。我又开始放空，我又开始放空，大脑一片空白了。对，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过往的这些经验经历其实都不重要。然后我希望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在这个课题上，你们做到你自己的最好。咱们先把正事说了啊，因为这个案子是一个法律援助的案子。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农民工师傅，他跟他的这些劳务的工人产生了一些纠纷。钱某就是我们客户要购别墅，向中介 A 支付了意向金20万，后来他一直价格没帮我谈拢，那我就找了 B 去谈。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火箭公司试发了一次，但是还有技术障碍没有突破，所以发射失败了。MCN 机构的话会主张有100万的违约金，有2个视频号，主张所有权。明天见客户，首先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份法律分析报告。法律分析报告的要求是我如何帮助这个客户赢这个官司，其次要回20万的 commission。这个案子如果对方没有谈判成功，直接起诉，我们就没有达到客户的商业目标，我们就败了。委托人肯定是现在比较着急的状态，所以我建议你们今天晚上先见见他，看看他怎么说。对方的 MCN 机构的话，现在是很快的想要约这一个主播，然后去谈解约赔偿的这些事宜。你们到时候跟女主播让她联系一下，然后约一下，明天我们到时候当面再聊一下这些事宜。明天我需要你们2个呢各自做一个会议纪要，案例结束的时候一并呈现给我啊。另外还有个细节，我觉得建议你们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见的这个委托人呢，可能是一个相对经济啊生活没有那么优越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呢，我个人建议啊，可以考虑这个衣服稍微接地气一点，对，贴近一下跟客户、委托人的这样的心理距离。好细节。哎，完了，紧张起来了。那刚刚呢，其实组队完成之后，了解案情，然后跟代教律师见面都完成了。各位对刚才整个组队过程当中，谁的选择印象会比较深刻？小明哥肯定，胡明浩。刚才一直在说，很了解胡明浩的心理的这种动程，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因为就咱们只是说假如啊，我是他，我是属于一个大家都往上拥，我就往后退的那种类型。但如果现在需要一个人站出来，那我可能是第一个站出来的那个人。我看到的胡明浩跟我当初真的特别的像，就是一个很害羞，但其实内心还是蛮有数的，并且很不服输，但是很聪明，因为他知道机遇跟挫折是并存的。就是我至少还有20分垫底，输了也不难看，但我也有赢的可能性，并且还有可能帮助到大家。所以在基于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挑战最强的人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对，他写名字之前专门回头看了大家一眼，你觉得那一刻他在想什么？我名字怎么写来着？哦，这个名字怎么写？我姓什么？我黄还是胡？胡还是猴什么来着？写 Justin 还是？我觉得写名字一瞬间，回头那一瞬间想的应该是，就这样吧，你等着看吧。就兄弟姐妹们，我上了。对，我来吧，让我来吧。 BGM 都想起来了，对，我来，放着，我来。对。我真的觉得，如果我是这个情况的话，我也会回那一下头。哦，为什么呢？就也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的回头是那个吧？没有人拉我吗？啊？就让我去拉。周洋，快起来啊，周洋！你是为什么会回头啊？我觉得就在我这个年纪的话，就是要去迎战这样一个对手的话，我觉得是一种霸气的姿态，然后也告诉所有人，没事儿，由我来摆平，然后也告诉我的对手，你输定了。哟，哎呦，你们这些男孩儿！我现在发现啊，这个不一样，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现在手机随便，没有门，只有你。就我们面对啊，是我，对不起我。因为你看着大甜甜说，我们小时候，就那个时候有相机拍，我们都会紧张的人，你知道吗？就脑子里边没想那么多。现在小朋友每做一个动作都自带 BGM 的，对吧？都已经想好了，这拍到我应该是这样子最好看。其实就延伸出来聊，因为我听小明哥在讲过去的事情、成长经历，我也在想我自己。我觉得现在我这个状态不像他们存在这样一个特别高压的一个竞争，我一定要去拿这个 KPI， 或者我一定要踢馆成功，反而是属于一个压力，不要由别人给自己，如果有压力也是自己给自己。输了就输了，赢了就赢了。这个输赢或者说这个满足度只是自己给予的，所以我觉得喜欢你这个说法。有的时候是为了男人，什么我是男的，我成我没有，我们女孩我们为了自己。为什么人说这么优雅呢？金靖老师啊，我总结的不端庄了，他给我总结的更加的比较妙语连篇。那就问到林老师了，我就问一问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历上的这种劣势、经验上的这种劣势，还有心态上的那种弱势，会不会对他们接下来表现会有影响？是。其实客观来讲，我其实没有想到这次第3期就到了见委托人这个环节。其实见委托人对这个年纪的初年级律师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既往还是在学校做研究的一个状态，没有直面过客户。对。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他们首先心理上会有一定小小的压力。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老师给到了4个案件，然后又给到了不同的分值。那我也在想这4个案件为什么这个分值比例会不一样？那我浅浅的跟大家聊一下，因为这个委托人其实有2方面的任务。第一个我见客户去了解他的诉求；第二个我听清楚诉求之后，我给你提供解决方案。但是在这个4个案例当中呢，前2个是需要跟我的相对方就是进行谈判的，就是我不是直接见我的客户，而是我客户的对立面进行谈判，这个是一种直面交锋的过程。哇，分值就拉上去了。那么在第一个案件当中呢，它不仅仅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我要做网红，我熟悉经纪行业，比如说我买卖过房屋，这些都是一些民事案件。但是这个第一个案件，它是一个商事案件，那么牵涉到我对整个商业模式的了解，一些对赌协议就相关的条款的一些理解。它相当于同时要跟2方去对接，有自己人就委托人，但同时还有委托人真实的对手，对，而且是资深律师，对，而且刚才说了是红圈所的真实的大拿，就所以挑战难度比较大，还挺为他们捏把汗的。我的一个敏感点其实我是在明浩跟那个言语这座，就是他让我想到了我们第1期的浩源跟运晨。就是那2个也是强强联手，这个我感觉未来也是一个男女搭档的强强联手。而且我感觉其实明浩进去的时候他很坦诚，就说我没有这方面经验，我也没有谈判过，但我心里有分，我有点底气，我愿意试一下。我觉得他的成长性可能跟他很开放的心态虽然有点官话，但我觉得也有真话的成分。就这个男孩子是有给自己持续成长机会的这样一个男生。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对，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因为很多人很聪明，他把实话说出来，但是反倒让人会觉得他非常的真诚和踏实。是。因为有时候你面对这么聪明的一堆人面前，你说假话或者说虚的话，别人一听就听得出来。对。所以真诚表达反倒是更好的。对，所以我非常认同小明哥说的，有时候强者他在公开场合更多的会直白袒露自己的心态，他不畏惧。言语其实也很坦诚，我有经验。他也不怕暴露自己强势的地方 ，OK， 我们就来 PK， 所以我觉得这一对会很有意思。就是这些8个实习生全部都是其实是有一定底气的，无论是他们的学历、学识，对，他们的工作经验，他都是有底气的。他可能就来到这儿，他哎呀，我好害怕呀！他表达是你还请我 MCN， 他有那种反应，但其实我也能够感觉到，他们每一个人其实他们自己还是有底气的。能做到第5季的办公室里，那能是普通人吗？是的。所以接下来他们俩在往后继续怎么发展，包括跟我们刚才言语的 PK 当中会怎么发展，我们也很期待。但我们不要忘了，所有我们观察团的各位，我们身上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点灯。今天难吗？今天超级难。哎，好，继续。这次的灯要怎么点呢？
实习生们刚才其实分成了4组，我们根据他们的表现要来猜每一组当中谁是成功者。如果4组当中有3组已经猜对，我们可以点亮一盏。好难，太可怕了。所以接下来今天这一盏如果亮起的话，对后面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的释放。但如果今天还没有点亮，因为我们第1期没有亮，这一期又没有亮，我们就只有3个不亮的名额，压力就非常大。朝着我说了这句话。陈烨 fighting， 加油！薛老师加油啊！哦，对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带着这个任务进入到 VCR 当中，来看每一组的竞争当中。该见委托人了吗？对，该见了。甜甜老师说的恰到好处。来，我们下一段 VCR。打起精神来，学吧！你才华多多，聪明多多。我现在是事情多多。这不是还有趣多多吗？来一块儿找回状态。超多香浓巧克力味豆，碰撞酥脆曲奇，超脆超浓郁，状态满分，讲法就像巧克力味豆一样多。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我也想来一块趣多多。工作放松，社交破冰，加班小饿，都要来一块超好吃的趣多多。快来购买超多巧克力味豆的美味曲奇，趣多多时刻让你状态满分。赶快去买趣多多，还有1000万现金红包等你瓜分。哎，说好了吗？好，可以。我可以给你们的基本资料是这样，我会给你们一个主协议，里面会有业绩对赌的条款，你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Rocket Speed 公司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火箭公司，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融资，于是，一家国有的投资人 MC 公司向它进行了一个注资，相关资金用于火箭的研发工作。但是在这样的一份投资协议当中是有业绩对赌条款的。第一个对赌的节点是发射成功，节点是今年的630已经过了。第二个节点是明年的1231是上市。但是任何一个节点完不成就触发了业绩对赌。同时我还会给你们第2份资料，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火箭公司试发了一次，发射失败了。对于他们所遇到的技术障碍，有60%的可能性在半年内解决，有90%的可能性在2年内解决。我们的委托人就是 RS 公司和他的实控人 X 先生。现在客户面临的压力就是，对方是一个国资，他可能会走程序，该起诉起诉了。对方律师是 base 在北京的，他会在18号飞抵深圳，所以你们需要抓住19号的窗口期。因为一旦起诉，客户就很惨，半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自己也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可能会破产。委托人肯定是现在比较着急的状态，所以我建议你们今天晚上先见见他，看看他怎么说。我这案子听完我心里都虚了。对呀，怎么赢？这所有的都拿在人家手上，2个时间节点最重要已经过了，人家说撤资，对吧？没办法，你一点办法没有啊。这个模式挺魔性的，又合作又竞争啊。他俩很默契的就分工了。对，他们没说，但是就很默契的，他就开始联系。喂，你好，请问是 Rocket Speed 公司的陈总吗？我是胡明浩，是刘思远金天工程律师事务所刘思远律师团队的。您好，就是因为刘律师说您是今天晚上是有空，所以我们想尽快跟您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后续再做一些研究，再跟对方进行谈判。您看您今晚7点半吧？好，7点半是吧？然后我们了解您是方便来我们所里进行见面。对。好，那7点半见。好，再见。电话打得不像实习生，很沉稳，我感觉像个合伙人在打电话。7点半7点半那就只有3个多小时。3个半小时要把东西全梳理出来。请还要我先读一下这个协议。
咱们要不喷一下这个增资协议里每个人觉得比较有突破性的点？咱们要不一页一页来，然后我哪页你觉得要有？好。第一页我觉得就是基本信息。没有，第一页也没有。第4页这个增资，本期的增资额一共是5万元，相当于用5万买了公司11.8%的股权。确认一下甲乙丙丁在股东会上的态度。哇，他俩好快速的达成共识，思路高度一致，要做什么事儿。OK， 然后第16页，这就比较重要的一页。而且他这个10.5其实还是说，因为这里写的是公司因收到回购通知以后，然后就做出同意回购的决议。在股东会这个层面，如果公司最终的决议是不同意减资，有可能会违约。这个条款是可以这么约定的吗？就是你觉得有被公司？因为我看九民纪要他说，如果履行对赌协议的时候，必须要符合相应的减资程序。对。然后减资又是多数决，需要2/3的股东同意，但是咱们这边很明显没有达到2/3的要求。就是毕竟那个 X 公司，就是这个火箭公司，它只占30%的股份。是的，是的，是的。我可能有这样一个结果性义务，做出同意。哦，他必须要达到那个比例，但是光 X 先生是不够那个比例。对。这一条我们一定要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违背公司法的规定，不然你来检索。然后你检索完之后，我们俩交叉核实一下。对，还有啥？还有我刚刚说的一个国资减资是否要履行相应的进场，这个我来检索吧，因为这个可能我之前有查过。减资就177条，是43条。该决议会违反公司法关于股东股权平等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我们不然今天先把执行性最高的、可能性最大的条款告诉大户。我觉得这个7月2号的新闻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息，可以专门提一下他给的这个新闻。这个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的，还有市场的反应。我光看这 VCR， 我都感觉我好像现在变得厉害了一点，就好像我自己听完自己也懂了。对对对，勇敢点，把好像去掉，就是变得厉害了。哦，是吗？我想回去以后跟人拽一下这个。拽一下。主播艺人经纪合同，你快好好再学习一下，这才是我们的专业。整个的这个课题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Carrie 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模特经纪公司的一个创始人，然后她最近遇到一个女主播，然后呢，她是一个女大学生，之前因为一些短视频，然后是在网上有走红，之后就有 MCN 机构去接触她，然后跟她签了应该有8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经纪合同。可能因为双方合作理念不同吧，然后包括MCN 机构的话，应该也是没有给到这个主播当初所答应的一些资源上面的一些支持。那所以说呢，他们现在就陷入了一个要解约的这样子的纠纷。现在 MCN 机构的话会主张一个有100万的这样子的一个解约金。同时的话呢，对于这一个主播，然后现在运营的有2个视频号，然后其实也是主张所有权。我脑海里划过了过去几年好多热搜的新闻，也太真实了吧！这几个案件选得好。对啊，对，全是社会热点。我会先把 Carrie 刚才给我的电邮转发给你们，
然后呢，里面有那个女主播的电话号码，你们到时候跟她联系一下，然后约一下，明天我们到时候当面再聊一下。可能到时候见了这个当事人，很多的这些具体的沟通的话呢，就交给2位了。乐律您好，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评判我们工作完成的好坏的标准？我觉得其实在这里的话，其实主要有几个。在这里，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基本的法律分析。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在客户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话，您能抓住有用的知识点、有用的关键信息。然后第三个的话呢，那当然就是能不能理解客户的一个需求，然后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也是考的是一个好的实习生他的一个综合能力。好，谢谢罗律师。哇，不懂就问，真的很厉害哎。宝贝，我刚问了一下考核标准，就是首先我们俩的法律分析他应该会看，他还分享。哇，他好好，真的他好好，女生就立刻分享。对啊，好好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跟客户的沟通的时候，看能不能抓住关键信息。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看能不能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给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今天就要给啊？不是打电话给，是明天给，明天见到他的时候要给吗？明白了。对。但这个王雨桐真的很好，特别好。他觉得自己不会的，他就非常非常的努力去做这个事情，并且懂得分享。但是我觉得我们得快一点，因为太晚给他打电话不太合适。对。哇，好紧张啊！打这个电话。哎，别紧张，这次感觉主要是听他说。我们紧张，他可能会更紧张。他有什么好紧张的？但是这个电话也不是也不是要打半个小时的那种。对，这个应该就是主要了解一下。对，主要先前期了解，然后约他的时间。哦，对，约时间，这是最重要的。对，已经稍微的比之前有点自信。对，因为他自己的主场，开玩笑，我就是主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晋天工程实习生。我们是晋天工程实习律师还是实习生啊？实习生。我们这边想要和我们签约的公司解约，把打电话要说的话写下来。打电话还准备了台本，是不是刚入职场人都会有这种行为，超可爱，精确到字了，我发现。你现在是否有空简单了解一下情况？你看看，你觉得还要怎么添加？不写。您好，请问一下您是律师吗？我们是晋天工程律所实习生张雅琪和王雨桐，我们这边接到了您想要和您签约的公司解约的事情，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否有空简单说一下您的情况？我说一下，我是汪雨桐，然后你接一下，我是张雅琪。你直接介绍。OK， 我介绍吧。好，那我们到哪里？找个地方去打个电话。去。快点，快！那我们去哪里？我看一下有没有地儿，他们是不是去吃饭了？哎，这里可以滴，很可爱。找个地方打电话也不容易。哇，好喜欢这种。等一下哈，做课题的氛围。稍等，我先录上。喂，你好。喂，您好。请问是女士吗？是的。啊，您好，我们是晋天工程律所实习生，我是汪雨桐，我旁边这位律师是张雅琪。你好。由我们俩可能现在向您对接一下，我们这边接到了您想和您签约的公司解约，想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否有时间简单说明一下您的情况？这些我们明天见面说吧。
好的好的。您现在是不是心情比较焦虑？就是，是的。但是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职责，然后运用我们的法律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的。请您现在一定要有信心，先安抚一下，要让他松弛下来。那我们就是约个地方。好的好的，没问题。您说您方便的地方，我们没关系，我都挺好的，就是尽量可以安排在你们公司附近也好。行，那您觉得您方便直接来我们律所吗？还是说，您要在律所附近我们找一个地方？有一些咖啡厅的话就好了。好的好的，没问题。时间呢？时间您什么时候方便？我问一下 Carrie 那边，因为他要带我去。Carrie 是他经纪人吗？应该是吧。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明天下午吧。您好，我可以知道您的微信号吗？我的微信号就是这个手机号。好的好的，那我加一下您。请问一下您那边大约什么时间能够给我们反馈？就是明天约到几点钟见？10分钟后吧，我要先打电话问一下他。好的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到时候微信加您。好，拜拜。好的，拜拜。我觉得雅琪很有条理啊。雅琪逻辑很清晰。没关系没关系，正常。他的确肯定不方便，他有些他说不清楚。不是事情，他原来不需要他说，就是我们准备的有点过于多了，就是。没关系，我们现在准备着，明天也得用。行啊，那你先加他，你先加他吧，我先加一下。对。还是别约到律所，太紧张了。律所啊，这样吗？当然，他多大压力啊，这搞得好吧。他俩特别可爱。我们现在去踩点去呗。也行。黄凯、刘文婷，晚上要是没有别的安排的话，请你们俩吃个饭。好呀。谢谢梁律。我们准备出发了。哎呀，我要能选那个，你选哪个？任律，请吃饭。你主要冲着这点去吃个火锅解解压。走啦，拜拜。拜拜。我们去 happy 了。Kimberly， 拜拜。我肯定不敢选这个洛律，太锋利了。其实这个洛律人挺好的，是吧？先跟他说时间吧。就说一下他那个就是。又打扰了。洛律刚才确定了下午2点钟。好呀，那到时候那会议的地点已经确定了，然后我等会儿发您微信可以吗？好，就在南塔的2楼。好，那太好了，这样子。然后还有，那记得告诉一下客户。我们已经说过了。对，好嘞，约好时间。然后因为我看到其他合伙人其实都带了带教的实习生，然后去吃饭。但是因为我今天晚上没有，但是因为我其实今天晚上有约了一个客户这样子的，所以待会马上就要走。我看要不明天早上8点半，然后我请你们吃个早餐。其实洛律倒也不用，太早了吧，起不来。其实早上8点半也没有必要吃这个饭。我好害怕吃早。起不来。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太早，就可以吃。还是自己做工作吧，就。是吗？对。好，那就是我本来是在想是说可以到时候一起吃个早餐，然后我们再回。其实可以，那行啊。反正到时候你们看一下吧，这样子我把地址发给你们，然后如果你们早上时间 OK 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吃个早餐，然后再一起回来办公室，好吧？好的，谢谢。明天见。洛律客气了。哎呀，刚刚有2组案件算是第一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第一组有点绕，因为它涉及到的方向比较多，呈现出来那个案件的表层好像很清晰，大概就是签约投资对赌协议，但是过了时间点了，没有完成。但是后面又涉及到很多的细节，包括是不是公司的合同条款跟法律法规的条款有冲突啊等等。其实涉及到一个核心条款是这个对赌协议。那其实对赌协议啊，它是一个舶来品。那比如说我作为投资人，我要投资一家企业，但是我投资的情况下，其实是你被投企业，就是这个标的公司。
把我的信息反馈给你，哎，我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我具备1、2、3、4、5、6、7。那我是听你说，然后我进行投，这个当中是有信息差的。这个目标公司在后期经营的过程当中，作为投资方，我不一定会参与经营。这个当中也有一个信息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保证资方的这个权益？那对赌协议就应运而生了。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有，哎，比如说你火箭要上天，哎，某天你要上市，这个就是我们共同设定的经营目标。但是你没有达成的情况下，那就意味着我未来就有可能不能收取我的投资的这个回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触及这个对赌协议，你就必须回购或者实控人买回。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对投资人权益的一个保护。OK。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它为什么难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委托人啊，就是这个标的公司，其实已经违约了。第一个对赌的节点是发射成功，这个火箭公司试发了一次，发射失败了。节点是今年的630，已经过了。所以我投资方是可以分分钟起诉你的，但是从委托就是我们客户的这个角度，因为一旦起诉，客户就很惨，半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公司可能会破产。我不能接受你对方起诉的这样一个进入起诉流程。这2个孩子就启动的非常非常快啊，在那边，哎，我要找合同条款、合同细节，了解事实。其实我理解啊，他们是找2个块面。第一个，虽然这个对赌协议明确约定了，哎，触及条款你就可以要求我回购，但能不能落地呢？哎，这个当中是有法律阻碍的。第二方面，其实他们刚才说，哎，有些市场反响很好啊。这个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的，还有市场的反应。哎，就说明我们这个公司还是有成长空间的嘛。对，你还可以给到我时间，我们还是可以谈一谈的嘛。所以说，从这2个方面，哎，他们要做好谈判的准备，其实是找一条能够双赢的道路。但是能不能让对方接受这个双赢的道路，就要看这2个孩子怎么谈了。哇，这好难！手里没什么牌，哎，对，没牌，大王都在对方。对，来就能画饼，他们能画好一个未来可实现的饼，而且还是要有法律基础，所以要很短的时间内，我对这个公司情况了解，我还对法规有调解，我还能够说服你，其实是很有难度的。而且对面还是资深红拳所。对，大佬。那他抓的这2点其实很准。对，就一方面就是给予你，就肯定我公司未来长期你应该看好我。对对对。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是证明交易文件当中可能有一些。所以这2个叠加，就是说你不能启动回购的条款。我觉得你也有做律师的天赋。老师，我之前报过啊，我这次是想来之后完成那个学业的，所以我做的笔记很多，我想自己实习一下来着。第6季就是你是实习生是吧？下一季我是实习生。加油。 2队啊，刚才都分别打了电话，第1轮打电话的状态也都不一样。我觉得那个雨桐跟雅琪他们俩特别可爱，打电话之前还先打个草稿，这个特别可爱，这个特别可爱。如果打一个特别重要的电话，我觉得谁都会紧张吧？谁是那种天生的社牛呢？打电话就真的是容易说不清楚，或者说电话挂了之后才发现，天哪，想表达的点都没有表达出来。所以我看到他那个打草稿习惯其实特别好。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我感觉我第一次和我一个老师打电话，我跟他聊了2个小时。 他真是，他初中就是在数学老师办公室待一中午，坐在他椅子边一直聊数学，不聊数学，聊其他的也能聊一中午吗？那也是跟老师聊好吗？我那个老师他也特别能说，就是第一通电话，我们2个就属于那种，他说20分钟，我说20分钟，他一直在说，我就好，我就觉得他都说了那么多了，我也要表现，然后我也哐哐说，然后就说了特别的东西，然后老师一听，哎，这小伙儿还挺能聊，然后他又开始了。 他说完之后，我又不甘示弱，我又继续跟他掰扯。你们在打辩论是吗？一人20分钟陈词，我感觉杠上了。最后谁认输了呢？老师说：“哎，这边，要不就这样吧。”最后反正就因为第2天我还有事儿，我就跟老师说：“我说那个。”你跟老师说哦，第2天我还有事儿，先不聊了。没有。 现在年轻人怎么这么勇啊？但俊林是真的是，我们上一次录制是第1次见面嘛，然后我们就加了微信，我们那天晚上就发微信就发到很晚，他一直在问我要书单。陈明老师也不甘示弱了是吧？那天我当时就被激发了，一点都不甘示弱。我说陈明老师推荐几本书，陈明老师推荐这么多啊。
下次如果你们俩就不好意思中断的时候，可以拉我们谁进去，我们帮你们中断。夜深了，都该睡觉了。对，群里差不多，大甜甜说你们俩差不多行了啊。刚刚我们已经看到2组跟各自委托人的电话沟通，一组是四平八稳，一组是战战兢兢。接下来要见面了，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喂，陈总你好。哎，胡律师，那个我们这边到。好，我马上下去，您稍等。好，再见。跟他说，你就先问他问题。对，我先跟他确认一下事实，然后对，问他诉求，然后问他问题。对，可以的。好。喂，胡律师，你好，我是胡明浩。胡总你好。你好。这个事情也比较着急，所以麻烦你们加个班。哎，没事。半生心血啊，最危险的时候。电梯破冰啊，这是个问题。2位吃了吗？现在也7点多了。路上随便吃了点，捡了面包吃了点。你们吃了吗？我们也是吃了点面包，垫了一下。估计待会儿应该还要一会儿，辛苦你们。不应该的。确实着急这个事儿。胡律师，那您带2位去会议室，然后我去准备下水。就在这个领导会议室。好。哦，他们的分工真的不需要商量，就那么默契，哇，自然而然。好，您先稍等，我去叫一下刘律。好久不见啊，陈总。哎，刘律师。你好。你好，好久不见。这是我的助理 Mike。才来的吗？啊，对，刚来的。哎，第一次见你。今天这个事儿还麻烦你们了。没事。确实这个事情着急，谁都不想碰到这个情况。谢谢。来介绍一下我的2位新的助理啊，胡明浩。你好。王毅言语。2位好。对，我是说看着挺年轻的。增加点新鲜血液，要不然总是那几个人，你也见惯了不是？是。哇，这无缘的。落落大方。我们就开门见山，因为事情确实比较紧急。那是这样，我主要是今天代表我老板过来再重申一下我们的这个诉求和这个立场啊。那首先，这个你们也知道，我们公司呢虽然成立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的这个技术都还是比较核心的。那我们这次发射这个事情呢失败，其实也是跟这个技术有关。这个技术如果攻克的话，在国际上来说应该还是领先的。那么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按照这个协议的话，如果说真的这个回购的话，那么其实对我们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么希望你们能够尽可能多帮我们拖延时间，并且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公司被诉讼。那么要不你们先看看你们这边初步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这可直接要方案，这可是今天晚上7点半，我的天，当天的。我们给您方初步提出，目前有2个初步的方案给到你们。哦，还有2个。第一个是关于这个注资协议的第10.5条。这条规定的是，您的公司应该在收到资方发出的回购通知之日起30日内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同意回购且进行公司定向减资的股东会决议。首先，我们是想通过这条来挑战对方的一个诉求，因为根据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的话，公司减资是必须要经过股东会的多数决的，而且根据股权平等、一股一权的原则，公司的股东的投票权是不可以轻易被限制的。所以我们可以主张这一个10.5条的安排是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可能会涉及到民法典上协议无效的情况。你刚刚提到就是说10.5条的这个条款的话，这个有什么案例支持吗？这个具体的案例我们还没有，具体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张，还没有那个检索到。但是从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公报，还有一些材料中，我们是可以看出他们对股权平等的一些
一些重视，所以我们之后会在检索更进一步的案例来支持我们的观点。那也就是说，按照你们目前检索到的信息的话，其实使用这一条就可以直接把它驳倒，是吗？别急呀，这不是才刚说第1条吗？这只是个障碍。我们目前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我们还不能够完全100%保证说，如果使用这一条，这个协议就会直接会被认定为无效，然后对方就无法主张回购无权。但是对我老板来说，他的这个回购义务其实条款约定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不知道你们这块有没有考虑到。10.5条，我理解仅仅是对于公司回购，自身股权的一个限制。刘律的眼神好犀利啊，感觉好多内容。是因为我们有注意到这个对赌的另一方其实是既包括您公司，也包括您的实际控制人。那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依赖我们跟对方的律师进行协商，就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关系。因为您的老板现在在领导一个航天科技的公司，而且如果他被列为失信名单，对于资方没有任何的好处。提出共赢，不要撕破脸。但是如果资方愿意等这么2年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可能能够成功发射，毕竟是一个国资，助力中国航天业的发展。第二个是他们也有他们的收益的要求，而且如果这个技术被攻克，您的发射成功的话，您公司的市值以及投资方的收益也会有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个总体的方向就是希望能跟投资方达成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而不是说两败俱伤。第二个想法是因为您的投资方是一个国资，它减资是需要进行相应的进场交易手续的。一旦进场交易，并不能保障他们抛出来公开宣布要交易的股权会被您的公司买走，所以它在价格上也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资方也可能会考虑到他们这个收益的问题。但是如果那个程序相对复杂的话，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老板来要这个回购呢？不更直接一点吗？你还是没有回应我老板他自己怎么样从这个里面抽身出来。第一个条款限制了公司回购，他肯定是不希望个人承担嘛，他喜欢优先公司赔付。但是国资会直接找到你。我帮胡律师补充一下，我们的想法其实是尽可能的堵住投资人这边所有的救济途径，告诉他您这边所想象中的所有的救济途径有可能都是不可行的，所以从而说服投资人这边接受我们延长整个的这个回购的期限，然后把整个回购的这个时间节点往后拖。时间战。另外，我们这边可能会希望说，公司如果能在19号之前给我们一个关于咱们公司这边是到底想要说，把这个回购的期限最终从630拖到年底1230，还是拖到就是这个2年后去解决？如果咱们年限拖得越长，其实公司这边的赔偿可能会越高。所以根据2位现在的介绍，我们这个钱就必付不可吗？那所以这里我也想跟公司确认一下，就是目前咱们公司账面上的可执行的金额大概是多少？流动资产很少，基本上都是用于研发的。OK， 所以这一点其实也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可以告诉投资人这边，就算你们走了诉讼，走了强制执行，最后你们可能因为公司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可能也拿不到相应的一个他们理想的结果。对，就是你逼我，我也拿不出钱赔你了。刘律师的表情好像是有一点认同的感觉。目前，这个案件2位还是不用太担心。然后，此外我们也会想更多的解决办法，然后去说服投资人这边。哎，一下子目光软下来了，一下缓和。对，这个方案是认可的，我觉得刚才也是认可。这样吧，你们先到时候准备一个清单，然后我们这边马上回去跟公司请示一下，确认一下这个情况。好的。我们之前跟公司，也就是对方交流过，由于这个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会要求他们马上采取一些像诉讼保全行动。这个您这边有了解过吗？由于是国资，它有一些规定。对，它不是由他个人意志转移。对，怕国有资产流失。对，怕等不了你双赢。国资的风险。
他们就是不同意，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那我们之前因为我们谈判肯定是希望说所有的情况全部考虑进去嘛，对吧？那我不可能说我就光跟他谈这些空的东西。真的走到比较差的情况的话，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解决这个事情吗？或者说我们有稍微具体一点的和解方案吗？律所有建议吗？那我们可能跟对方了解一下，他们比如说，如果他们必须要根据体制内的一些规定走程序，他们所能接受的最长的期限是多少？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说服他们通过一些回报之类的。如果不是必须立刻走程序，但是还是可以给您的公司提供一些研发时间的话，那我们可能希望能够把这个他们要求回购的期限能够尽可能往后拖，然后给您的公司提供更多准备的时间。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想跟公司确认一下，咱们现在这个阶段有没有接触其他的这样一些融资方？好思路。这个我们倒是没有特别去接触，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资源可以介绍的？好，明白。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也是在想，如果咱们可以明确的告诉投资人这边，我们目前有很多其他的融资方愿意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说不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鼓励投资人这边把项目进行下去。另外，可能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如果最后场面就是闹得双方真的非常不和的话，可能您这边的损失掉的真的是一颗在闪闪发光的金子。那么后续我们这边可以提供的融资方，我们后面会发送给 Mike。他特别注重的是什么？对方的真正需求，而不是急于输出我们能做的什么事情。我希望知道，如果对方要采取法律措施，那么我们会在哪里进行这个法律程序？会在那个中国国际竞争仲裁委员会，按照这个争议解决条款，会进行一个仲裁。快的话，他们大概多久会出裁决？仲裁没查之前，能不能拖到我们技术成熟以后？你看他的一个小下意识，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我们之后会去根据中国贸仲的仲裁规则研究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的问题。这个是不满意的，刘律。不满意，他不满意。只是应该下午做的工作。我也理解啊，两位现在担心没有完全消除，可能还觉得有些不踏实。明天还有1天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个方案的细化，因为后天就需要见到对方的律师进行谈判了嘛。那么谈判前可能还是需要再给我们老板再汇报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他要看到具体的方案。好的。好，那您希望在明天的什么时间收到这个方案？明天下午3点前吧。可以。对，就是给我们缓口气吧，因为确实很难。疫情这3年，大家都知道，确实这个融资上也好，还是这个实体经济也好，确实都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其实现有的这个技术也好，或者说产品也好，还是很努力在做。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你们能充分站在我们角度，尽力的去跟对方沟通吧。而这个一旦我们的技术成熟了，我们相信我们还可以融到资。明白。行，那今天就先这样。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这个事你多费点心啊。我知道，明天一定会给你们个好的方案。刘律师，可否给我们一个预估时间表？仲裁的进程是吧？好的。那就在明天下午3点，我们给你的总体法律分析意见当中一并发送。好，谢谢。那我就不送了。行，您留步。拜拜。好，拜拜。谢谢两位的时间。好，两位辛苦了。
咋？回去跟刘律聊聊吧。那你不要挨批了。这组压力真的好大。我们是漏了什么法律的点吗？我们漏了仲裁，我们今天漏了仲裁。搞砸了。来复个盘吧。我确实公司法基础不压，我这个面试完一直在补，但是显然还没补够，然后也确实没给一个法理上的解决方案，可能一直在想这个互利共赢和情怀这些，然后如果对面真要走诉讼，我们的那个抗辩其实是比较弱。你们觉得哪些问题跟你们原来想的不一样，或者哪些没想到的？仲裁的具体的走流程的问题。我希望知道，如果对方要采取法律措施，那么我们会在哪里进行这个法律程序？会在那个中国国际竞技仲裁委员会。快的话，他们大概多久会出裁决？能不能拖到我们技术成熟以后？你觉得这个问题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想拖时间，其实并不是一开始仲裁第2天就会让他们怎么样，其实还是有个过程，然后对没有考虑实操的一些问题。就其实你是知道民事诉讼程序，也学过仲裁法，知道仲裁程序的，但这些东西怎么运用到商业实践当中，打成一个组合拳去做出一个方案，对吧？但这就是作为甲方他会很关心的一点，哪怕是我一个必输的事情，我能不能给自己争取到一个缓刑？也许时间换空间，我就换来了呢。你们找这2个点不错啊，但是这2个点想要论证下去，能不能走下去，你们要是要论证清楚的，不能给客户太乐观的估计。这个时候我们的职业风险就产生了。早上刚培训过。但他刚幸好也没有给满的回复，他说也不一定，叫谨慎乐观。对，找了这个点是个突破口，还是守住了。律师职业持续了3天结束。今天应该是你们给客户吃定心丸的，对啊，但是没有。两个人是惴惴不安的过来，忐忐忑忑的回去。今天见的还是委托人，是我们自己的客户，而且是一直的合作伙伴，所以我敢让你们俩这么试。那明天你面临的是对家律师，就不会对你们这么宽容了。是的，他们是没有任何和解的意愿，所以19号是我们最后的机会。19号你们起码得把意向谈下来。不要让对方谈完之后觉得，哎呀，那彻底没希望了，我明儿就诉吧，那还不如不谈。明白。这25分不好拿呀，跟约一下具体时间吧，好吧？好的。刘律再见。刘律再见。好的，拜拜，早点回去啊。好。你看这趟有点白来了。白来我觉得也不错，起码我们确认了一些信息，对不对？然后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想法，然后表达了他们的诉求。声音都已经虚了，都已经弱了。对，越来越没力气了。这是我人生中遇到最大的困难之一。真的。对，我觉得咱俩不论谁输谁赢，先把客户给带好了再说。是的，是的。要不他上实习名单也惨了。行了，咱看一下哪个下面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然后咱俩分工检索一下。我先来查履行不能这一块关于
国资那一块的相关规定，请把这个写上去，然后你查一查仲裁流程。我估计有可能我写那个国资的那个问题可能会写得快一点。快一点。对，因为你不是仲裁这块，我估计你也没接触过。我还可以，我仲裁这块比较熟悉。哦，真的吗？对，我不懂公司法，我总得懂点别的嘛。我反正是没怎么做过仲裁，刚好。我刚在仲裁院，我上个月还在仲裁院实习。哎呦，很好。对，太好了，太好了。两个人这种化敌为友的感觉啊。下午弄的时候还是为了项目，现在是为了不让当事人上失信名单，心态都不一样。是的，一个巨大的压力在对面的时候，他们会快速凝结成一个整体。至于这个时候说谁赢啊，什么 KPI， 谁管这个呀？对，谁还能管上？先把课题完成好就好。去喝口水吧。走吧，走吧。在干嘛呢？报告还差一点，有点困，但这么晚了我又不想喝咖啡，那就来2粒炫迈冰爆咖啡味口香糖提提神。哇哦，纯纯咖啡香又很清爽提神，越嚼越爽。真的吗？给我也来2粒。冰爽感直冲大脑，味道也很持久，我也爱了。它里面添加了真实咖啡粉，既有咖啡的香味，又有清凉的爽感，想想就带劲。加班熬夜找状态，就来2粒炫迈冰爆，真的有够爽。希望明天汇报我们也能像吃了炫迈一样，状态好到根本停不下来。加油！加油！请大家先吃。好，好。喂，妈妈，累不累？妈妈永远的第一句，累不累？对，我其实觉得我今天很大一部分累是来自于体力，然后压力倒还好，压力其实，律师啊，然后其他的实习的小伙伴也都很好，然后今天跟我分到同一组的同事也蛮好的，然后也很厉害，是北大的。感觉我真的在律所工作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累，没有这么难，因为在律所的时候还是会有高年级律师帮我们把关，但是这次实习感觉我们的代教律师完全放手在让我们自己在做事情，所以感觉还挺累的。反正这个案子也让我们很担心。要相信你能做好啊！相信自己。我感觉我现在累得不想讲话了。你坐了40多个小时的飞机，你脑子都木了，不够用啊！他为什么坐了40个小时飞机？他是从康奈尔回来，可能中间还有转机，一来就也没倒时差。没事，坚持就胜利啊！妈相信我的宝贝能坚持下来的。拜拜。哦，好梦啊。拜拜。只想躺下啊！王毅这一面特别柔软，我有注意到他是在回来脱掉高跟鞋之前就已经跟妈妈拨通了视频。喂，妈妈。作为一个女孩，穿一整天的高跟鞋腿是很累的，但是这2个动作是同时完成，就是她真的需要一个倾诉，一个情感上的支持，但是她已经累得不想讲话了。但有的时候她不是说想说什么，她可能真的只是想有个肩膀，就是再支撑她一下，陪一下，倾诉一下。那一个女孩真的在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柔软的一个内心的状态。她很理性，她说是妈妈，我今天很累，但是我还是主要是体力上，她都是这种。要不然妈，他都没有，因为我是那样，那受不了了，就那样。让我想起了我也是人生，我就说我碰到了一场车祸，那个车祸很大，我那车都报废了。然后呢，我那天下巴上很大一道伤口，做手术了。看我这有个疤，对，很大。右下方确实有，这好几针，对，整个脸都肿了。第2天我还是去拍戏，然后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又不能不说实话啊！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这个受伤了，啊！我妈说怎么受伤的？我没说车祸，我就说我磕了一下，
我们说那磕得厉害啊嘛，我说这个下巴磕破了，但是不厉害，啥事也没有。直到很多年后，我妈妈说你这怎么有个疤呀？我说刮胡子刮的。我妈说你刮胡子刮能刮成这样？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小朋友都是这种，对亲人又有依赖，但是又报喜不报忧的那种的，就永远都告诉自己的亲人我没事儿，你放心吧。其实挺不容易的。但是人往往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大幅度的成长。我10几岁就在外面上学嘛，然后可能20多的时候有重大的事情还要商量干嘛。现在我说太多了，他们就失眠，又睡不着。然后我爸我妈他们俩又互相，他们不在一起，他们又互相得打电话，哎，他哪个事儿，然后他容易把一个事情臆想到特别大。后来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不能乱跟爸妈就是发牢骚这些的。我当时可能一个点，我很快就去吃饭了、工作了、睡觉了，我可能都忘了我说了什么。他们2周以后还在问我那个事儿怎么样了，就不能，就还得挑着说。尤其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因为他知道告诉妈妈，除了增加妈妈的压力，让她也睡不好今天晚上之外，又有什么切实的帮助呢？这时候理性会让他做出一个倾吐上的最优解。当然，我们刚才看了很多，在这一组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欧雨桐和雅琪这一组也让我很好奇，就他们在这个经济约这一条上，他们也约好了委托人要见面了，见面的情况会怎么样？来，我们一起来看。你们好，我是晋天工程的实习生张雅琪。你好，吴律师是吗？见对方律师了。起诉之后，就算赢了的话，去执行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可执行款。听起来意思就是我方当事人如果胜诉了，也执行不到钱。立得住脚吗？这一点。对，我觉得在法学理论上面说，我们不希望拿太多无用的举证，然后人家就觉得说我就在你身上投了钱了，然后你现在就是要跟我走，你不跟我走你就结束。容我冒犯，这是否意味着您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有欺诈的意思表示，甚至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哎呦，完了，坐牢！我的天，太可怕！你们还是实习生，很显然这个不是你们独立去处理的一个事情。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好像已经很小心了，但是还是会出错。哎呦，听不得别人这样讲话。准备收邮件。他来了，他来了！天哪！好了。自责、内疚、愧疚。天哪！我真好难过。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前行着，坚持着，拼搏着。你可以打破极限，用尽全力闯出一片天地。你可以找到自己，成为最想成为的自己。理想的路在发着光，未知翻山越岭也无妨。挫折用来试探你的胆量，奔跑吧，前行吧，坚持吧，拼搏吧。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
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翼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